大家好，我是圆圆，本次带来的是中国婚姻报告2021，结婚少了，结婚晚了，离婚多了。近年来，中国人结婚少了，结婚晚了，离婚多了。随着社会发展，一方面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，认为婚姻是束缚；另一方面，高婚育成本使年轻人实现家庭变得更加困难。从人口角度看，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正在削减适婚年龄人数，结婚主力军减少，婚都不想结，还生什么孩子，正成为一批年轻人的选择。本次视频分析了中国婚姻现状、原因及影响，并提出建议。一、中国婚姻现状 1.1 结婚少了，离婚多了，结婚晚了。随着经济发展，中国婚姻状况发生很大转变，主要体现在结婚率下滑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，初婚年龄推迟。具体来看，一是结婚对数和结婚率持续下滑。近30年，我国结婚登记对数从2013年的最高点1347万对，持续下滑至2021年的最低点763万，降幅达43%。二是晚婚现象突出，25到29岁接替20到24岁人群成为新的结婚主力军。三是离婚对数和离婚率长期持续攀升。1987到2020年，我国离婚登记对数从58万对升至373万对。1.2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，结婚率下滑越明显。2013年以来，中国多数地区结婚率出现下滑，与 GDP 大体呈负相关关系。具体来看，一是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低。2020年上海、浙江、山东结婚率全国倒数，西部欠发达地区结婚率普遍偏高。2020年西藏自治区、青海、贵州结婚率全国排名靠前。二是受老龄化影响，中国深度老龄化省份分别为辽宁、上海、山东，其中山东、辽宁结婚率全国排在倒数第8位。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流动也会影响离婚率，夫妻长期两地分居动摇感情基础，是导致离婚的重要原因。二、选择还是无奈。2.1 自我选择，高学历、独立、社会包容，本科及以上高等学历在校学生人数攀高，受教育年限增加引发初婚推迟效应。新一代年轻人追求独立自由与高品质生活，对婚姻持开放态度，尤其是女性自我独立的实现与自我意识的觉醒。经济发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，给女性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，社会地位上升，女性不再只作为家庭主妇，而是进入职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思想开放与社会包容性增强，离婚不再是一个谈虎色变的话题，经济独立使女性逐渐摆脱婚姻的束缚，更有底气承担离婚的不利后果。根据司法大数据报告，离婚纠纷案件数增加，感情不和 77.5%， 家庭暴力 14.9% 为主要原因，其中 73.40% 的案件原告为女性，婚后2到7年为婚姻破裂的高发期，夫妻双方仅一方意愿离婚的案件占比为 91.09%。2.2 无奈，社会压力，婚育成本。在中国传统观念下，结婚意味着婚前彩礼、房产、婚后还房贷、生育等一系列问题，而当前高房价、
高教育支出导致年轻人在婚姻面前望而却步，大城市尤为明显。房价快速攀升，年轻人面临买婚房、还房贷双重压力。现实中还有不少居民通过消费贷、信用贷等形式凑集购房资金，实际的房贷收入比可能更高。教育成本明显攀升，教师减负、家长增负、接送、育儿压力增大，导致家长承受时间、精力、财力三重负担。此外，当前双职工父母面临中小学子女的接送难题，不少地方甚至还要求由父母批改学生家庭作业，并讲解错题，家庭作业演变成为家长作业。2.3 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，出生率降低，性别比失衡。计划生育政策带来了2个问题，一是出生率下滑，二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。未来10年的结婚主力持续减少，或影响结婚率持续下降，出生人口数从近30年的最高点2016年的1785万，下降至2021年的最低点1062万，降幅达40%。男女比例自计划生育后严重失衡，造成婚姻匹配困难，进而影响结婚对数。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出生人口性别比已达111。3. 客观看待中国婚姻现状。3.1 正面效应，促进单身经济兴起。民政部数据显示，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 2.4 亿人，约为英国、法国、德国人口总和。单身人群普遍储蓄低，追求高品质、高质量、高消费的生活，助推新消费模式，以及促进文娱、宠物消费。根据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报告，2019年我国城镇宠物犬猫消费市场规模达2024亿元。3.2 负面效应，降低出生率，加重养老负担。在晚婚的同时，晚育现象也日益突出，出育年龄每推迟1个月，大概会影响生育率下降8%左右。晚婚晚育、不婚问题加重中国养老负担，严重拖累国家财政，制约经济活力。中国将逐渐成为世界上养老负担最重的国家之一。黑龙江、青海、辽宁、吉林养老保险基金持续入不敷出。4. 政策建议，给予年轻人自由选择权的同时，减少因为娶不起和生不起导致的不婚和晚婚现象，为适婚人群提供保障和社会福利，改进住房、教育、医疗问题。婚姻背后是人口问题，应全面放开生育，长期有助于扩大适婚年龄人口。4.1 从居住、就业、教育上缓解年轻人生活压力。一是坚持房住不炒定位，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；二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。一方面，进一步推动落实产假、哺乳假等制度，妥善解决延长生育假、男性陪产假等的待遇保障，对损害女性就业权益的单位进行经济或行政处罚。另一方面，根据单位女员工情况，实行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，以降低企业承担的生育成本，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、企业、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。3是加大财政教育保障性支出，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，再到18岁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，包括孕期保健补助、住院分娩补助、托育津贴、教育津贴、家庭个税抵扣、直接经济补贴等。4是托育服务供给和津贴保障，
将9年义务教育延伸至12年，同时推进教育改革，根除家庭作业变家长作业，大力鼓励社会力量，兴办婴幼儿托育服务机构，同时提高祖辈隔代照料的相关经济补贴，减轻父母的照料压力。4.2 应立即全面放开生育，让生育权重新回归家庭。全面放开生育，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，但一些想生3孩的人能生，不用担心部分人群、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，导致出生人口激增，加大托育服务供给，并对隔代照料发放补贴，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，加大教育医疗投入，降低抚养直接成本。本频道专注于中国婚姻方面的研究，本视频新增订阅50人以上或者播放量超过500，将推出婚姻方面的国内外经典著作精华解读，期待您的订阅支持。我的名字叫圆圆，咱们下个视频再见。